第一批进入游戏的玩家大多已经离开了新手村，前往了主城，可你却还停留在这儿，因为要解锁所有隐藏要素。另一边，浮屠满谷打开好友列表，看着还停留了10级的你，满脸问号。他一直有在关注你，知道以你的能力不应该这么久都没有升级，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你压根就没有离开新手村。不仅仅是他，其他俱乐部的人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幽冥魔帝还在新手村，议论纷纷，难道是因为线下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游戏进度吗？可惜了，耽搁了这么久，后面几场追上来也只能是中上游玩家了。天火女帝看着手下人过来汇报关于你的信息，失望摇头。不仅仅是他，大多数关注幽冥魔帝的俱乐部也都是这么想的，觉得你自费前程，不可能对得上第一梯队的玩家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现在在做一个很恐怖的剧情任务，如果完成，那么将永久改变新手村的格局。视角切换到你身上，你果然在狮王 BOSS 身上找到了第2枚冰焰魔矿。可就在此时，前方冰焰狮王的身体中，冰属性力量竟然开始剥离出来，降落在了另一口水晶灌注的干尸身上。那干尸接受冰属性力量后，身体开始快速恢复，变得光泽起来。你如临大敌，警惕不已地盯着那口水晶棺，难不成是传说中的隐藏 BOSS 吗？砰！一声巨响，水晶棺炸开，一个皮肤白皙、面容绝美的银发女子出现。你目光落在她身上，冷落雪公主，生命值、攻击技能，好家伙，居然全都是问号。冷落雪迷茫地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歪了歪头，一脸困惑看向你。冒险者，是你救了我吗？你点点头，算是吧。闻言，公主说：“你救了我，我可以给你2样东西，不过你只能选择其中一样。”你听得眼前一亮，这是触发隐藏奖励了吗？他说：“第1样东西，你可以成为星辰王国的子爵，并得到一块领地，你倒抽一口凉气，成为领主。在游戏前期，玩家几乎不可能成为领主，难度位于登天，但公主却许诺贵族身份，还赐予封地嘛。这条件简直拉满，一旦答应，整个前期你都将遥遥领先。”可还是压下了心中激动，问道：“第2样呢？”公主举出一枚淡蓝色玉佩，这是一枚从神隐时代流传下来的装备，能让佩戴者获得80%的免控属性。你犹豫片刻，还是选了玉佩。贵族身份还能想办法再获取，但这个玉佩效果是真的变态，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机会。公主一脸惊讶，难道我王国的子爵和领地还比不上区区一件装备吗？你摇了摇头，不是子爵不好，也不是领地不好，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公主无奈一笑，将玉佩给了你。净化玉佩，特殊装备，效果免疫80%的控制以及一切负面 buff。接下来你又刷了一次这个副本，不过或许是有唯一性，地狱级难度是没了，只能选噩梦级。刷到第5次，通关奖励里终于出现了冰焰魔矿。拿到第3枚矿石后，你走出矿洞，村长守在这里等你。你故意试探村长，这冰焰魔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和铁匠竟然都在寻找吗？闻言他笑了，这是一枚很重要的矿石，对我们都有大用，把它给我，我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哦，具体呢？1枚黄金级戒指。你摇头，太少了，除非加钱。铁匠可是答应给我一条铂金级项链。说完作势走人。站住！村长表情一结，一股杀意从身上爆发而出，怒目横视着你。怎么，村长还要杀我？杀吧，我掉1级无所谓，仗着玩家身份你有恃无恐。闻言他气势收敛，是啊，你是冒险者，就算在这里能够击杀你，等回到新手村照样可以把冰焰魔矿交给铁匠。好，你的要求我答应。一番敲诈下来，你的村长那得到了2个属性一样的黄金级戒指，重雷戒指，佩戴要求10级和弓箭手，攻击、暴击、穿甲都加，而且有5%概率麻痹对手，5%概率导出双重暴击伤害，还有5%概率触发范围性雷电轰炸。将2枚戒指都装备上，属性起飞。村长合作愉快，在他一脸便秘难看的表情下，吹着口哨回到新手村。铁匠铺内，黄铁匠勃然大怒：“魔帝，你还来做什么？老醉鬼都看到你把冰焰魔矿交给村长了。”你叹了口气，故作失望：“冰焰魔矿又不是这一块，既然铁匠你不想要，那我走便是。”听到这话，他连忙拦住了你：“哎，刚刚就是开个玩笑，听你的意思，你手里还有吗？”你点点头：“不错，我手里的确还有1枚冰焰魔矿，不过我觉得给村长会更好点，起码他不用这样的态度对我。”铁匠顿时着急：“魔帝，有事好商量，我们之前合作那么愉快，没必要就为这点事情就闹得不愉快。”主动拿出一套青铜级的弓箭手专属清风套装，套装效果是凑满6件后，每次普攻都能叠加5%攻速，最高6层。凑满10件，普攻每次能叠加5%移速，最高6层。不过你记得，上辈子老铁匠的底牌是一套高格反伤套装，正好克着你这个，到时候万一打起来非常被动。不行，我现在不缺攻速和暴击，我缺吸血，我还是去找老村长吧。
这要求一出，铁匠面色阴沉，追不得散发火焰，你头顶不能掉血，但呵呵一笑，反正我打不过你，你杀了我也行。王铁匠冷哼一声，他也知道杀你只会让你掉级，我这儿的确还有一件特殊装备可以吸血，但你得再加一点点装备来换，这个好说，刷就完事了。另一边外界对你仍然待在新手村内十分不解，天火女帝看着手下过来汇报关于你的消息，失望摇头，不用再关注魔帝了，他就算现在上线也追不上我了。浮屠满谷一直有在关注你，期间还发了几条关心的信息，为此甚至专门跟网上抹黑你的小黑子吵了起来。而作为舆论中心的你，此时就乐此不疲的刷着扭曲丛林，通关1次、2次、3次，终于系统传来叮的一声，恭喜玩家将天赋神罚之手升到3星。效果1，每次普攻造成自身3%生命值的真实伤害。效果2，每次普攻永久提升3点生命值。刷了足足1000多件装备，回到新手村找铁匠，他不情不愿交出一条嗜血项链，品级特殊，效果每次普攻恢复自身1%生命值，舒服。交出冰焰魔矿成交。而铁匠又给你布置了一个新任务，魔帝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帮我，那现在就去破坏复活祭坛。听到这儿，你脸色一变，没了复活祭坛，一旦死亡就会直接在主城复活。咳嗽一声，不瞒你说，我的主城得罪了好几个大公会，恕难从命。铁匠冷笑一声，不要得寸进尺，新手村的事儿不是你可以掺和，不如这样，你去悬崖跟老村长开战，这样我就信任你，有复活祭坛死了也能复活，这是在逼你站队呀。如果接下这个任务，那就是彻底和老村长撕破脸皮。老王一脸戏谑，就知道你小子不敢接，可你的操作却让他目瞪口呆。好，这单我干了。铁匠愣了一下，好，如果你真能接上村长，我会给你一件弓箭手的可成长武器。眼前顿时一亮，这种可成长武器才是最变态的，据说可以超越神器，成就传说中的超神器。我这份奖励干了。你也想试试新手村最强 BOSS 村长到底有多强？匆匆来到悬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搭起了一个凉棚，村长正坐着喝茶，他面色平静，魔帝过来喝一杯吗？咻，回应他的是一根羽箭。村长叹了口气，魔帝，你太让我失望，没有想到你最终居然会和铁匠走在一起。老登，废话别多说，动手吧。不过开战前，你忽然闻到一股味道，村长，话说我刚隔老远就闻到有股怪味啊。村长一哭，有吗？呀，是你有口臭啊？是我吗？你眯起双眼，你是不是没刷牙？我才刷过的呀。那你可能对刷牙有什么误解，我真刷干净了，牙龈都被我刷出血了。哦天啊，你好可怕！你现在可以用手抠一下大牙，检查一下有没有白色软垢。咦，还真有，你拿起来闻一下，看看上不上头。还真有啊！照镜子看看你大牙上有没有黑点黑线。哦，这我知道，蛀牙嘛，我一直都有。哎，这全是你刷不干净的证据啊！你看我有没有？诶，你确实没有啊？怎么刷的？建议你换成我这个萌芽家的星耀电动牙刷，它模拟的是最科学的巴氏刷牙法，而且在最开始，电动牙刷就是医生特地为患者发明设计的，这么厉害？哎，不是我吹，人家专业实验和权威教材都认可了电动的优势。来，给你换个新刷头，你可以先试用一下我的牙刷，开5个档位，随便哪一个都是上万次的频率，你手动1分钟能刷多少次？估计200多次。电动牙刷可是至少上万次，你平时手速再快，也肯定比不上人家电动小马达呀。也是，那我用它的清洁模式开刷了啊。OK， 怎么样？酥酥麻麻的，好像按摩一样。而且啊，它会帮你2分钟计时，每30秒会分区提示，督促你均匀刷过时间才会停。有5个档位，照顾到不同的牙齿情况。哦，这样刷牙真轻松啊！以前我每次刷完牙手都超级酸的，建议我们的粉丝朋友啊也都去试用一下，毕竟这东西得亲自体验过才知道好不好。大家放心，他家可以试用1个月，如果不喜欢可以无理由退货。萌芽家是鼓励大家去产品试用的，我 OK 了。但这能冲水吗？不会触电吧？没事，它 IPX8级防水呢，全部泡水里啊都没事儿。它这得几天充次电啊？240天续航，几乎1年充一次，这不顶的吗？对啊，还有个小细节忘了讲，它这个杜邦双猫的蓝色部分有褪色提醒，提醒换刷头吗？对，牙医建议3个月定期更换牙刷，那还挺会省事儿的。怎么样？所以你觉得新药好用吗？很好，感觉像抛光了样，刷牙很轻松，不像手刷那么累。那你也整一个呗。这种电子产品都很容易坏的，性价比不高，划不来吧？确实，电子产品性价比高不高，就取决于它耐不耐用。所以牙刷售后很重要，萌芽家的售后一直都很牛的。应该会1年保修的吧 ？No， 萌芽家玩的就是一个终身售后，他一直承诺2年坏了不给修，直接免费再寄一只新的，之后80-50年，无论用多久坏了，都还可以半价换新，给你管
管到底。哇塞，心动了！不过200多买个牙刷不会太贵吗？你现在刷不干净牙齿啊，蛀牙的洗液花钱才是真的贵。看牙费和200多的牙刷价格你比一下。哦，也是，你别说，这也是个理财思路啊，花小钱省了大钱，还不用牙病受罪。牙刷是对自己的一份健康投资，怎么看都是划算的。诶，你和萌芽家那么熟了，应该有内部优惠吧？你笑了，我确实有，已经给大家放在评论区了，粉丝专属优惠券，额度很大，有需要的朋友记得去领取，千万不要错过哟。完事后，你率先出手，御剑破空，朝他眉心射去，但下一秒突然悬在他身前，被冻成冰雕，轰然破碎，冷冻术嘛，来不及惊讶，连续射出几发宁弦剑，高速旋转剑时没被冻住，却被村长不断用手指拍开，反手一扔，这就快速飞来，一个驴打滚，惊险避开。村长表现出来的手段，让你联想到一个职业——格斗家。他咧嘴一笑，现在知道了吗？下一瞬间，直接原地消失。你别招出手臂，就是一记过肩摔，砰，重重砸在地上，一个巨大裂纹产生，减5128。村长的连招接上，西踢击飞，撞击在你脊椎骨上，咔咔，减10256，全身都像散架了一样。他暴喝一声，受死！一记手刀朝着你双腿之间劈去，要将你硬生生劈成2半。你夹住双腿，借他胳膊翻身而上，翻身握弓，弓弦勒住他脖子往后一圈，后仰拉去。村长顿时无法呼吸，面红耳赤，可他的反应速度却快到离谱，一记猴子偷桃反向朝着你双腿中间抓来，只能后腿分开，顺势给出一剑，减6612。这就是纯粹被动的伤害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正常攻击不破防，简直离谱啊！村长一扛一剑冲来，一记勾拳将你打飞到半空中。接下来就是经典的浮空连招，不过这次被控对象变成了你，砰，又是一次被狠狠打在地上，血量骤降，22万的血量，现在已经不到1/3了。可老村长没给你任何还手机会，抬手向你冻结，轰！随着一声巨响，你头顶冒出来一个巨大伤害数字，减59280，直接秒杀，连枯木逢生的被动都来不及触发。新手村复活祭坛中，当你复活的时候，等级从10级下降到9级，这结果让不少关注你的玩家都傻眼，特别是浮屠满谷专门抹黑你的小黑子坤哥得意了，发帖嘲讽满谷和你，呵呵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水上天的魔帝都掉级了，这次掉级已经证明魔帝泯然众人，甚至不如广大普通玩家。满谷少气。另一头，你复活后前往扭曲丛林练级，重新升上10级后，再度找回铁匠，把和村长交手的任务给提交了，加了5个自由属性点，他终于开始相信你，呵呵一笑，老村长自有我对付，你从侧面辅助就行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需要你和老酒鬼去一趟矿洞。铁匠向你发布了隐藏任务，任务要求击杀老酒鬼，任务惩罚未知，任务奖励未知。你挑了挑眉，好家伙，果然老酒鬼和村长有一腿。先前攻击的时候就发现了村长的连招和结果很像，这俩绝对私下有不可告人的关系。如今看来铁匠也怀疑上了，打算在决战之前先将卧底干掉。接下来任务，你们2人刚到矿洞，老酒鬼就语出惊人，魔帝，铁匠让你来杀我吗？你心头一惊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反问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你还来吗？老酒鬼笑了笑，我当然要来，因为我必须死，只有这样你才能获取铁匠的信任。你摇头，我对村长出手已经得到铁匠信任，可刚说完就声音反驳道，不，你还没有得到他完全信任。说完，矿洞方向就走过来一道人影，赫然正是村长。这什么情况？小小新手村真是卧虎藏龙，都快被完成无间道了。村长解释起一切来龙去脉，原来老酒鬼一开始就是村长的人，他卧底铁匠身边多年，而所有破绽都是他故意让铁匠发现的，为的就是让你彻底取信于铁匠，好在最终结战之前，让你在铁匠喝的酒里下曼陀罗药剂。魔帝，你在新手村耽搁了这么久时间，帮了我这个忙，我一定会给你超出现阶段的奖励。你面露犹豫，表面是他思考，实则内心早已有了答案。上次交手，你看似不敌村长，但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进化玉佩给装备上，现在属性变得更强，也有很多自由属性点，如果都在移速上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好，村长，我信你。点头答应下他的请求，老酒鬼没有反抗，安静迎接死亡。恭喜玩家幽冥魔帝完成老酒鬼首杀，特此通告，望广大玩家再接再厉。接连2道全服通话响起，原本萎靡不振的浮屠满谷情绪一下激动起来。坤哥，现在怎么说？魔帝大佬能在短时间内完成2只 BOSS 首杀，就问一句，还有谁？坤哥的表情就跟吃了翔一样，半句说不出来。这边你也拿到了干掉老酒鬼的奖励，特殊道具金光符，一次性物品，使用后魔抗护甲临时提升100，持续5分钟。还有个酒葫芦，投入天才地宝后能自动酿出特殊酒水，喝下后提供相对应 buff， 备注是天才地宝越珍贵，能够酿造出来的酒水越好。这金光符倒是一般，酒葫芦似乎不简单。收起东西回了铁匠铺后，铁匠正在打铁，面露满意笑容。魔帝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你完成了铁匠的任务，任务奖励清风套装，换上10件的清风套和2枚重雷戒指，再加上一条嗜血项链
以主武器激活长弓，属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全身状态启动。你问铁匠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，他则是密笑。我和村长交手过很多次，这一次你就是那个变数。但在这之前，你得先去酒馆帮我买2坛酒。你心中诧异，这铁匠在这么多钱，居然真的需要喝酒吗？虽然老村长让你在他酒里下毒，不过你的想法是让他们2败俱伤，好做出渔翁之利，所以放弃下毒。让你没想到的是，铁匠拿到你送回来的酒后，居然掏出了个银针，看到没有变色，脸上这才露出了满意笑容。你冷汗都下来了，果然是无间道啊！行了，我们现在出发。他带着你赶往村长所在的悬崖边。你心情激动啊！过往这一天辛辛苦苦跑各种任务流程，这场新手村的最终决战终于要正式打响。